欢迎来到 Super ELS Station。在你的身边，有没有这样一群人？他们的学历或许不是最拔尖的，但总能在职场中如鱼得水，游刃有余。他们的能力或许不是最突出的，但是总能受到领导的认可和喜爱，步步高升。其实，如果你仔细观察，就会发现这类人往往都有一个共同的长处，善于沟通。沟通未必是花言巧语会哄人开心，未必是口若悬河引人佩服。相反，沟通的言语可以是朴素的，形式可以是简单的。高层次的沟通是智慧的迸发，是情商的展现，更是心灵的贴近。当你见过的世面越多，就越会发现，沟通的力量足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。沟通让问题从一变成零。生活中，我们每个人都难免会遇到一些突如其来的糟心事儿。有些人选择用行动去应对，却忽略了表达，于是哼哧哼哧忙活了一通，问题却始终没有解决。聪明人在努力的同时，更懂得运用沟通的智慧，让问题在无形中被化解。电视剧《都挺好》中，苏明玉就曾遭到过一次职场危机。当时有同事向明玉的老板蒙总打小报告，说明玉想要明珠暗投跳槽到对手的公司。听了这话，蒙总自然是如坐针毡，毕竟明玉是他手底下最得力的干将。于是他找到明玉，问他说：“听说有公司全力挖你过去啊？”明玉坦诚地回答说：“不止一家，还有2家，都是通过猎头公司找我。”蒙总又问：“另外2家公司是谁？”明玉先讲明了自己做人的原则，不会陷对方于难堪的境地，因此不会透露有谁挖自己。随后又立马表明忠心，绝没有离开公司的念头。于是一场可能会发生的误会就这样悄然被解决。试想，如果明玉在此时没有沟通到位，那么即便他内心想要留下来，2人之间也会因此事心生隔阂。俗话说，窗不擦不亮，话不说不明。遇到问题时，沉默只会让误解越结越深，说错只会让矛盾越积越大。主动沟通，把想法摆上台面，才能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让问题得到解决。沟通让机会从0变成1。作为一部享誉全球的经典电影《当幸福来敲门》曾经影响了几代人。我们都知道，男主克里斯起初是一位穷困潦倒的销售员，最后成为一名优秀的股票经纪人。但如果你仔细思考克里斯的奋斗之路，就会发现，促成克里斯成功的除了努力，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，就是他非常擅长利用沟通抓住机会。这天，克里斯路过证券行，看到一个西装笔挺的男人，克里斯对他很是羡慕和好奇。他大胆地走上前去跟对方搭话：“你是干什么的？你是怎么干的？”男人指了指前方的证券行，说：“我是股票经纪人。”得上大学才能做股票经纪人，对吧？不用，只需要精通数字和会为人处事。一次简短的交流打开了克里斯命运的阀门，于是他快速地更换行业，用尽一切努力想要进入证券公司的大门。在面试那天，他因为种种原因衣着潦草地出现在面试官的面前。换作一般人遇到这样的情况，也许早就在内心打了退堂鼓，但克里斯却向面试官坦白，自己并非不用心准备，只是因为没有付清停车罚款被拘捕了。这时面试官问：“假如有人不穿正装就跑来面试，而我却录用他，你会怎么评价？”克里斯笑着回答说：“
那他的裤子一定很不错。简简单单一句话，巧妙风趣又深得人心。于是他顺利拿下了梦想中的工作，并自此摆脱了贫困，走上了人生之巅。卡耐基曾经说过，事业或者家庭成功最重要的关键有 95% 以上都在于人际关系。而要创造良好的人际关系，良好的沟通能力是不可缺少的。很多时候，我们总是抱怨领导看不见自己的努力，社会没有给自己机遇，仿佛一切的失败和不如意都来自外界。其实，当机会从身边走过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试着开口将它留住呢？所以说，主动沟通才有可能实现机会从0到1的转变。从容地去表达，才有可能抓住人生的关键点，从而走向更高的台阶。沟通让成功从1变成100。美国常春藤大学联盟曾经做过一项调查，他们对华尔街商界精英和华盛顿的政治家们发起一个问卷，题目是：让你现在重新回到大学，你会修好哪些课？答案自然是五花八门，有写作学、谈判学、演讲学、哲学。但如果寻找这些课程内容的交集，就会发现它们大多都有一个词有关：沟通。所以说，越优秀的人越注重运用沟通的力量。当年苹果公司需要一个新的 CEO 首席执行官，乔布斯把目标锁定百事可乐公司的总裁约翰斯考利。那时候的苹果公司渐渐初具规模，而百事可乐的事业版图早已横跨全世界，谁大谁小一眼就能看穿。但有意思的是，乔布斯凭借自己强大的沟通能力打动了约翰的心。他对约翰说：你是想一辈子卖糖水，还是和我一起改变整个世界呢？一句话让约翰顿时心生澎湃，当下就决定加入乔布斯的阵营。沟通是一门艺术，更是一门学问。与人交往，把握住说话的方式方法，才能起到事半功倍，把1变成100的效果。那么有哪些值得我们学习的沟通方法呢？在这里推荐3个技巧给大家。一是善用裸体战术。冯仑在《扛住就是本事》一书中提到一个关键词，叫做裸体战术。何为裸体战术呢？就是坦诚地把想说的话一次性地说到位，说到底。在经营企业过程中，一位高管决定退出公司。冯仑跟他说：你走了以后，我在公司要骂你3个月，因为不骂你不能服众。作为交换，我们过去的品牌和项目你都能拿去用。一番沟通下来，对方表示理解。因为话说的实在，所以这件事也没有影响到他们之间的交情。多年过去，他们还能保持愉快的合作。很多时候，只有摊开底牌，才能打开局面。把话说清楚，不要弯弯绕绕，反而能够达到互相理解、关系长存的效果。2. 沟通时穿上别人的鞋走路。得到 CEO 托布花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。他有2个下属，下属 A 每次来找他，张口就问：领导，后天您有时间吗？而下属 B 却会和他提前核对工作安排，讲出突发事件，然后协调时间。前者每回都让托布花觉得云里雾里，而后者却能节省时间，还提高了工作效率。背后的区别就在于，下属 A 只说自己下意识想说的，下属 B 却总是能站在托布花的角度去思考和沟通。杀死知更鸟里边有一句话：你永远不可能真正了解一个人，除非你穿上他的鞋子走来走去，站在他的角度想问题。人与人相处最有效的沟通方式就是换位思考，站在对方的角度上看待问题，往往更容易说到点子上。3. 既要张开嘴巴，更要竖起耳朵。人际关系学大师卡耐基说，如果希望成为一个善于谈话的人，那就先做一个致意倾听的人。人之所以有一张嘴，而有2只耳朵，
原因是听的要比说的多1倍。卡耐基曾经参加过一场纸牌会，他不会打牌，而他身边刚好有一位漂亮的女士也不会打，他们俩正好坐下来聊天。谈话中，女子提到自己和丈夫刚从非洲旅行回来，卡耐基立马表现出很好奇的样子，让他告诉自己关于非洲的奇闻趣事。这场谈话几乎都是这位女子在说话，但却持续了整整45分钟。虽然她很满意跟卡耐基的交谈和聊天，生活中所有的沟通不是观点的交锋，而是心灵的交流。当你给别人更多的机会会表达他们的所思所想时，才能真正快速拉近2个人的距离。真正的沟通都是从倾听开始的。石油大王洛克菲勒说，假如沟通是一样商品，我愿意付出比任何事物都高昂的价格来购买这种能力。人生在世，一张会说话的嘴，就是一张能帮助你平步青云的梯子。学会沟通是我们需要用一生修炼的本领。点亮再看，愿你能不断地提高自己，用更强的沟通能力拥抱更好的生活。